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平面图。我先讲一下概念哈。通常习惯我都会把平面图的意思是什么讲一次哈。那有问题写信到我的 email 来哈。那应该不用啦，应该可以讲一讲就好哈。那建筑的概念我简单的讲一下哈。建筑其实就是讲那个空间，好，你会遇到建筑，其实土木跟建筑，我跟各位讲哈，你要有个概念，就是说。建筑比较着重在设计方面，但是我们土木着重在怎么样把它的设计盖起来，这观点是有点不一样。但是你要了解它是在做什么，不然以后你到建设公司的话，你在当工地主任，你怎么跟建筑师事务所的员工沟通？你要拿到他的图面，懂吗？知道他怎么成型的，怎么做的，你就比较好沟通。好，那建筑其实谈的就是人跟那个空间的关系，好，那这是个空间，你看人的尺度 ，OK， 好，来，那它的建筑的意涵哈，好，那谈的是说什么建筑的图面，你看一下，平面图是由这个以前三视图来的观念哈，立面图是其他4个方向的立面。屋顶平面是最上面的平面，可是你看到一般的平面图是剖视图，就是由平面地板1.5米平切下视，刚好会切到窗户。那这是全剖面图，这是一个房子哈，它怎么切不一样的视角呈现的图面，这个观念你要建立，那这就是立面图，这就是剖面图。这就是平面图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 focus 在平面图，好，那平面图里面你可以看到，水平、垂直2个方向的投影面，这样切开拿起来，这个就转正过来就是平面图，好，那它有讲这些东西哈。空间的关系、结构分析、动线安排、设备安排，所以我刚刚讲的，你要画什么东西？结构、柱、墙，对不对？画完之后，隔间墙画完之后，隔户墙、隔间墙，就看到空间跟动线的关系了。再把设备放上去，了解吗？好，所以我刚刚讲的一些东西哈。那这个是用 SketchUp 画出来的。平面的鸟瞰图，这个我就让各位看一下，我们就不做任何的解说哈。那平面单元我们看一下，柱先画，再来是墙。那这2点刚好跟我们结构平面有重叠，所以我就用结构平面图里面的柱跟所谓的结构承重墙，就是所谓的 RC 墙的部分复制过来。再来还要画分间墙，再来画门窗，门窗的部分跟设备的部分都用图块来做，那因为电梯只有1个，所以不必做到图块，我们就是门窗做图块，电梯做图块，好。那结构体里面可以看到轻线表示结构，那模具的系统。剖道的单元墙柱用粗线，这是门的符号，还记得门的图块怎么做吗？忘了哈，回去找找看。那什么叫 D door？ 什么叫 DW？ 什么叫 SD？ 那就是窗的门的开启方向。上一期最后一张图有没有讲这个东西？有吧？回想一下。这个图面是我们1楼平面图看到的大门，这是铁卷门，它的表示符号是虚线，2条虚线，有看到吗？好，那这个是回转门，这是拉窗，拉窗跟落地窗的差异是有没有这2条线？好，那另外要注意窗框。离室外部分会多一点，离室内部分会少一点，因为是防雨的功能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窗户，这是一个拉窗，这上面有气窗，
这个我们这个图面的大小就这个尺寸。好，这个是在梯间里面的四扇拉窗。注意它表达的方式哦，前后关系要弄出来。这两扇在外，这两扇在内。落地窗也一样。好，双开窗是这样哦，这一扇在。好，如果以外面看，这一扇是在外面，这一扇是靠里面。由里面看，这一扇在里面，这一扇在外面，就是看的时候，这个比较接近看的人。好，这个设计纯粹是右手，啊，右撇子的概念。那楼梯，因为1.2米、1.5米平切下式，所以楼梯会被切到截到了，所以你画的时候大概会这样。哦，这是扶手，扶手在平面图、结构图里面并没有画到扶手，原因很简单，结构在施工的时候，扶手还没有施工。那你要注意楼梯这边，这是一个 U-turn， 你会看到扶手离这个边边5公分。那我们这个图面是2个梯板留10公分。这个5公分，这个大概是6.5到6.5，所以这个画5公分，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是10公分、5公分、5公分这样来的啊。那这是高捷啊，在油厂国小那一站啊。那这是新竹的某一间饭店哈。那这是电梯。电梯其实你可以去我们人文大楼看，人文大楼那个透明电梯就看到很多东西了。第一个，你会看到机箱，会看到配重。通常你看到机箱看不到配重，这是机箱。你会看到轨道，这是轨道哦，这是固定的支架。你可以去人文大楼那边看一看。然后呢，机箱在这里，配重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。假如这边是1楼，配重一定在顶楼。好，这各位了解一下。那因为机箱是空的，所以打一个叉叉。好 ，OK。好，这个叫高雄之眼，要去想象一下哈。这个是一个弧形的，像眼睛的周围，这个就像瞳孔一样。好，懂了吗？好，好，我们看图怎么画哈。分层绘制，同平面画一个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标准层指的是2到5层，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，标准层只有一个，2到5层都共用。好，以结构系统为主的标示。好，那雨水、污水这个会看在屋顶层跟1楼。好，墙身结构每一层都会有，门窗位置、编号、开启方向，好，这要注意画哈。结构图没有这一个，好，那图面的要点我们看一下哈，楼梯的位置、上下方向、各部分的用途名称、走廊、通道、楼梯的宽度、净宽、临房现况检讨。其他必要检讨的数据，这个是法规检讨，知道吗？好，法规有时候要算建筑面积的法规检讨的时候，那些尺寸通通都要标，没有标会被退件。好，现在他们的做法都有的会给图画错了都可以记点给建筑师记点。好，这个各位要注意一下。这是不同的模型的制作哈，看一下哈。那我们这个图面我们要画的是标准层。地下室里面有一些关系，你要看一下门厅跟地面的关系。门厅指的就是那一个拉比，哦，包括梯间、楼梯、电梯那一个空间叫梯厅。好，那地下室的斜坡，斜坡是很有学问的，斜坡是指的是车道系统。好，那车道转弯的地方那个弧度都是施工的重点哈。有地下室有配电室，也有水箱，还有一些奇奇怪怪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在那里啊。那最比较知道就是停车空间，大楼地下室是车道，有车道
有机械停车，有平面停车，那它有它的尺寸大小，我简单看就好，我不再一一念了哈，你都大概有兴趣就看一下。好，那1楼平面图里面要注意它的位置跟地界线的关系，再来是它的高度。我问各位，1楼平面图可不可以跟外面的地面一样高？你有没有注意到1楼的地面不会跟1楼楼地板的高度不会跟外面的地面一样高，因为怕下雨进水所以设备的入口跟开口部分包括连接的卫生下水道，这在1楼平面图里面看到。汽车出入口要在1楼里面标示那这是我们的1楼。因为我们地下室没有停车，所以没有什么标示的1楼平面有没有看到？很简单只是它这个有的预设在这里，现在改在这里了改在这里了这是什么？各位知道吗？化粪池那这也是化粪池，这是 FRP 的，这也是化粪池。请问你哪一个化粪池比较好？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较不会坏掉都埋在地底下，坏掉也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这是包商讲的，坏掉都在地底下。如果化粪池坏掉的话，房屋非常的臭，会闻到一股很不好闻的味道，化粪池破了。了解所以我个人建议，如果你要就做这一种方式的化粪池，了解吗？好，那这是排水沟。那你会看到一个阴井，这就是阴井，这道路那排水沟你看到都是 U 型的，那阴井在调整水沟的坡度用的，排水坡度用的那这也是水沟，这是一个建案里面很多的房子里面自己的私设通道里面做了排水沟，有没有看到？钢筋绑 U 型这预拌车这是阴井。阴井先灌好以后，这个口是要让排水沟进来的，有时候排出去。有没有看到？灌浆的时候钉模板钉好，先把保丽龙放在里面，最后打开它水沟就可以从这边进来到阴井。阴井可以清垃圾，可以怎么样？可以调整排水沟的坡度。阴井最后做完就是这样子。你在路面上看到这样，这就是阴井。排水沟这是8公分厚的水泥砖。现在很多都这样铺底下铺沙子，这铺8公分厚的水泥砖嘛，然后要施工的时候，这掀起来，底下可以挖管线嘛。很多人行道现在做这样子了好，这是这一次的平面图，1楼。你注意看几个元素，跟各位简单讲一下这个平面图的柱一样，隔外墙一样，有没有看到？梯间的格局都一样。所以这边你也不用画了，隔户讲好了。你要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就会copy过来，就会先做这一个隔间墙的动作，先画浴室、厕所。我们等一下施工是这样画图的步骤。这个部分从这建立过来，然后把这边墙就建立起来，其实就只有这几道墙而已。了解一下那要读一下图。所以各位在画图之前要把数据整理出来，那图层、字形、标注，这检查一下对不对？境界线要画，墙心、柱位、墙开口会出、门窗、梯间、预测、厨房设备、排水沟、阴井，这是1楼标准层就没有，标尺寸、写文字、写注解、图名。插入图框，出图。这样清楚了这是1楼。好，我们讲一下标准层平面图。楼梯的上下位置，各部分的名称用途，有没有走廊，有没有通道，楼梯的净宽，临房必要的尺寸，检讨数据。这是标准层，有没有看到？有一个阳台，前阳台有个后阳台。然后呢，这是从大门进出。大楼里面有几种做法，一个是从阳台进出，有一种是从客厅进出。
通常有的人喜欢从阳台进出，因为鞋柜可以放阳台。好，那这个看你了哈。有的人是说，也不能看你，说看设计的人了哈。那你这样进去的话，鞋柜就要摆在这附近衣帽间啊。所以有的人偏好说从阳台进出，所以你那个阳台进出的时候，楼梯的平台的位置就要设计好哦。OK， 这边没有办法决定从平台进出哦，因为楼梯在这里。好，了解哈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再看哈，这另外一个角度看它。OK， 那往下看哈，柱径会不会变化？刚好我们5楼，我不做变化，你就照这样画。外墙墙面要不要收头？线角设计，这比较细部了哈。出入口的中心线尺寸，出入口要留中心线哦。啊，那中心线往两边怎么跑？踢脚板防水层的垂直收头，这都细部的哦。电梯出入口，好，你看这是标准层。所以你看结构一不一样？一样。隔间墙、隔户墙一样。再来隔间，比较麻烦是个阳台。这阳台我们在结构已经做好了，你就不用再画了。你只要把这个砖墙画完，好，就完成了。啊，所以它的画法不会太难。啊，那它的做法大概是这样，很像，有没有？啊，一样。哦，原来差不多嘛，跟1楼平面差不多，但是没有画地接线，不画水沟。OK， 好，来屋顶层平面图，我想后续我再来谈。哦，你要做这些图面哈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你要教的图面哈。这第3章、第4章，哈，好，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直接来看哈。好，那画的步骤我们看一下。好，平面布等等哈，看一下就好。好，然后景观平面我们这个图面没有要求哦，没有要求哈。那这个部分是检定的标准，那我就简单带过去不讲了哈。好吧，那先这样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有机会再来讲看看哈。这是 IKEA 里面的平面图，然后 IKEA 为了卖家具，它就怎么样？把他们里面展场的家具就放在，还有标签，你看到没有？就设计一个简单家具，对于一个不懂室内设计的人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。懂的人就不一定会这么做了哈。好，那这是厨房，这是床哈，这是预测哈。那这是一户实际在卖的案例哈，在三民区后裔的地方，你看一下，看你看懂多少。1楼双车库，这叫做这个是合适哈，有的是给老人房，因为老人这个还没有电梯哈，正确要做出电梯才比较理想哈。然后这样之后你可以看到这样哈，然后再往上哈，再往后面看，这1楼，这2楼，2楼是客厅、厨房、餐厅，还有一个工作阳台，然后这边是什么呢？这边是一个简单的卫浴，楼梯就变成这边上，这边下 ，OK。好，那这边再看3楼的楼梯，3楼上来是主卧室，让各位欣赏一下哈。主卧室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 ，OK， 这边有一个书房，有一个按摩浴缸。3角头的倒3角头叫做莲蓬头，这个是马桶，这是洗脸盆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，这边可能有遮帘，然后这是一个开口门 ，OK。这楼梯是 U 型楼梯，好，看到了哈。那再来是4楼平面2间雅房，这是套房，隔成2间，这边成怎么样？这边一个卫浴，这个是莲蓬头。这是一个玻璃隔间，让干湿分离的设计，知道哈？洗澡的时候、喷水的时候这样，这边会有开个窗，浴室可以开窗，排湿效果相当好，楼梯还是一样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这是屋顶，屋顶大部分就叫神明厅。我介绍这个是台湾
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哈，叫做透天厝了，好，透天厝。那神明厅的话，那讲神明厅卖房子不好卖，它叫什么健身房，就画一个跑步机，一台脚踏车，骑脚踏车的那种机器摆在这边。那从这边下去，这边是说这个楼梯这边可以截掉，这边可以做一个空间使用，所以楼梯这个地方要盖起来遮起来，上来只要头不会撞到这个转角就可以了。这是下，好，那上面这个虚线代表这个阳台的雨遮到这里，然后这边呢爬梯上来屋顶，屋顶应该会有水箱，啊，这店面的介绍简单一点，这是标准我们叫高雄地区透天厝的店面，面宽大概是3米以上到4米之间，好，不会太宽，现在都不会太宽，好，那这个柱子大概都30乘以40吧，大概都这样，然后这骑楼。骑楼的进间距大概是3.9米，有的是2.7米，是比较小的3.9米的。然后你可以看，它1楼就做一个 barber shop，然后有楼梯上去，楼梯的下方其实会藏厕所了，但它这个要做那个什么洗头发的，它把厕所改在后面。那到顶楼2楼的时候就变成客厅跟厨房，然后这边是下去的楼梯。然后这边是往上2到3楼的 U 型梯，然后再从这边的话，你看上去就变成2间，一间套房，这一间的浴室，这2间都套房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然后到顶楼会变成雅房，多一个阳台，一个雅房。好 ，OK， 好，在屋顶也是一个神明厅，看到了吗？好，大概是这样的设计哈。好，那这个是那个福茂建设早期的独道，让各位看一下这个食品屋那时候没有买到，有点遗憾，因为那时候不是说自己很厉害，因为那时候资金不够，差太多。好，那你看它的平面图是这样，1楼是车库，2楼客厅，一个旋转梯，旋转梯下方放厕所，旋转梯。那这厕所在这里，这边是一个厨房餐厅。那1楼的部分从这边车库停好之后，就从这边走上去，上到2楼。这边有一个水池，从2楼一直下来的水池非常漂亮。然后呢，这就是从这边上去，从2楼看下去，这梯是对在一起的哦。那这边上来就这样，从这个门进出，这是客厅，这是厨房餐厅。看3楼。一个主卧室，整间都是卧室、衣帽间、洗脸、按摩浴缸，一个阳台，这是厕所，所以这一套非常豪华这间非常豪华。那要看到3楼、4楼，雅房2间，你看厕所那个浴室、厕所、洗脸盆，所以这个设计好的地方是说。这个地方让你进来，你要洗手，洗完就出去，不一定要经过很多地方。要上厕所到这边，洗澡的人是最少的，所以它放在最里面。这个设计是有逻辑的哦。你把那个洗澡放在最外面就不对咯，懂哦？好，那换过来看，那这是一个卧室，一间卧室，另外一间卧室，所以这等于就是说一间主卧，2个小孩的设计。看顶楼。5楼还有2间，对不起，所以它是4间房5房，那你看这边也还是2间房，设计3、4楼、4、5楼是一样。到屋顶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阳台，然后还有一个汤旅，屋顶可以泡汤，然后还有这也是神明厅但它就放运动器材。如果你要拜拜的话，神明厅后面不要开窗这个墙神明就放在这里了。这是我们传统习俗了，这应该讲是5楼顶，这就是那一间的实景拍摄，从那边进来的楼梯1楼，这个那时候我觉得相当的不错这是厨房餐厅，这是那个旋转楼梯，这是3楼的主卧室，这是那个衣帽间。这是干湿分离的它每一个做实在
这个已经盖了10几年，快20年了。在那时候是2个洗脸台哈，那是按摩浴缸，好，然后这是那个2个4楼、5楼的卧室，你看还摆一个哆啦 A 梦啊 ，OK， 你看都是用广角窗设计，它每一户都是独栋哦，这做得非常的好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。